都没温度。小胡修了这么多年监控，会有翻车的情况吗？答案是有的。我遇到不认识的监控品牌，还是很大概率会翻车的。这一期我就遇到一个没有任何 logo 的设备，我打算作为失败案例来讲的。但这次维修就出现了很多反常的情况。一开始过来和客户沟通还算正常，客户他说他有6个摄像头看不到了，但我进到房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反常的事情。之前是用这个看我就开，然后后面呢都不开了，都开不了了，可以接到电视那边吗？之前都留线了。你这个月都不亮了？应该都没有插电还是什么吧？让我看一下吧。我都不懂这个东西。总共有6个摄像头。嗯。那你这个都不插电了，电源都拔了。所以啊，我不懂这个东西的，你看一下呗。我看到了。然后这个线路你应该知道怎么看吧？我知道，你修这个的大知道。其实我不太明白，客户为什么拔了这录像机电源。就在我接电源的时候，发现录像机的 VGA 线也被拔了，但是我一问客户，客户就表示不清楚。这边是你拔掉的吧？不懂，上次不知道怎么看了啊，都没接上去还是什么？不懂这些东西的。这个显示器还好吗？显示器，这显示器应该久了，10多年都有了吧？那还能开不？反正之前我是开，后面我也不知道干嘛又开不了，不知道坏了还是什么。我检查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开。没到看到开关。就没开关的吗？有开关是这里吧？之前摸这里还是摸，反正摸这里，它是感应是摸哪里它就开的。它是没反应啊。这显示器后面没有任何按键，前面怎么按也没有任何反应。索性我就直接拿视频采集卡出来，让手机当显示器来使用。看看你这边怎么样？哦，你这版本这么老啊？这不是海康的吧？这什么牌子？我看那个界面是什么界面？版本老是这个的版本老吗？还是？不，我以为是海康的。这个牌子在我们这边很少遇到，小胡早些年安装过这个牌子，但是一时半会想不起来了。当我进入页面的时候，就被管理员密码给拦了下来。我问客户密码是多少，客户也是不出意外的毫不知情。不知道密码，你知道图案不？这个图案。不懂哦。啊？我哪懂这东西啊？当时没办法了，只能尝试碰一下运气。我后面试了好几个密码都没有蒙对，所以只能从录像机这边下手了。但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录像机没有任何 logo 就算了，就连型号都没有，让你查无可查。背后啥信息都没有。之前安装的师傅还有电话不？都没有了。都没有了。关键问你这个什么牌子我都不知道。手机呢？我看那手机。我的手机吗？之前手机能看不？没有。啊？之前手机我都没有下载，都看不了啊。之前手机下载了不？没有。也没下载。其实我都怀疑客户是不是在考验我的水平。一开始电源线没有接 ，VGA 线也拔了，还有个打不开的显示器，录像机不认识，密码不知道，手机也没有下载软件，就连之前安装师傅也没有电话，这 buff 叠加的也太高了。不过遇到这种情况，办法还是有的，我们可以用 WhatsApp 给录像机招包，通过招包我们就可以看到录像机的 MAC 地址，我们可以通过在线 MAC 地址查询，就能知道这个设备是什么厂商了，这样就可以去他们官网下载相对应的软件。正当我准备这样操作的时候，客户居然灵光一闪，他知道了安装师傅的电话，然后这个密码他知道哦。只要密码就行了。他说大华的是？不是。其实当时一说大华，我挺被动的，因为那头师傅对客户说：“你上哪找的维修师傅？怎么连大华都不认识？”当时我就和客户说：“这个并不是大华的。”
应该是时间久了，那个安装师傅给记混了。当时我就收了大华录像机给客户观看，大华录像机肯定会有自己 logo 的，所以客户又打了个电话过去。喂，你等一下，我叫人，我不懂这些东西的。密码 A1到8是啊，我现在试一下。密码对了。密码1到8。密码对了。要来了密码，进录像机后，我就在系统设置里面看了下网络配置，这里录像机显示是1网段的，然后我再看了下通道管理，相头也是1网段的，看来这个配置没有被动过。密码问题解决后，接着就开始处理线路问题了。当时我检查了下录像机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录像机的网线居然也是不正常的。这事还没完，我后面查掉网线还有更多的惊喜。梯子是吧？对，你给我个梯子。你是看摄像头的吗？还是看哪里？喂，你这个都没接上去啊。你这个也拔了。我哪知道有时候他们看了，不懂这东西的。接上去应该都亮了。接上也不亮。也不亮。之前是放在这里看的是吧？接上也不亮。查一下吧，查一下它零头在哪。拿梯子是吧？对。上下循线仪。那个箱子在哪里啊？墙壁上有个箱子，有哦。墙壁上？墙壁上有个箱子。后面，外面。外面吗？没有。这里有个箱子嘛，还有一个箱子呢。箱子？那个门的后面。这门的后面。对，就这个箱子。从这里打开。你这个也拔了。其实我一直不明白，怎么只要跟监控有关的线都被拔了，而且我只要一问客户，客户就各种都不知道。为什么你这边的线全部拔完？我不知道啊，我都不懂这个东西。不但拔完，线还打得不对。这里对线发现1号线打的还是错的，这就让我起了怀疑。我都怀疑你之前有没有通。之前通看了，我叫人家过来看过，然后他们说看不出明白，然后他说回去第2天说过来，没看到过来了，我就是摸不清楚什么原因嘛，然后动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。就是说之前有人来修过。之前有人来过来看过，他说没带什么工具什么东西，第2天才过来，然后也没看到他过来，我也不管了。其实我不是很理解，之前的师傅为什么把所有的线都给拔了？这边的巡逻我看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那应该是另头出了问题。我查一下，之前你到底是怎么通的？我都搞不明白。之前肯定是通的，接安装肯定是通的，后来有问题了，叫人家看过。真的，我都怀疑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通。你说之前通的，但是线都不对，而且这些线全部被拔了。那可能是后面有问题了，然后叫人家过来看过，他就拔掉了，什么检查部帮我插上去吧。他说第2天过来，没看到过来了咯，然后我都不管了，所以就丢，从春节前丢到现在了。春节那时候说春节前想搞好一下。对啊，线明显打错了。他们之前拆过不？好像都拆过，就是过来检查过嘛，我都不懂这些东西的，就是让他们弄。这边打密码的过程我就跳过了，密码打完后接上录像机，这下网线终于亮了。现在已经开始亮了。来接上去看一下。那个屏幕啊，你那屏幕都不行了。屏幕应该是好的，放着它就无缘无故坏。不好说。之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开的，反正我这样摸一下它就亮了。还是网络断开。对啊，之前这样一开那屏幕起来就那个就有4、5个是亮的，1、2个是没有亮的。
这里我能确定现在线路都是正常的，但是一个摄像头都没有恢复，所以只能去 POE 交换机那边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都没温度，现在没温度，不通电。1、2、3、4、5。目前还有4个摄像头是亮的，但是就是不出画面。当时我还以为是主线出了问题，但是后面测了下主线，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那没问题。后面也试了各种办法，画面还是没有出现。索性我就把录像机给拆了，直接带到 POE 交换机那里，看下画面能不能恢复。看他这样还能不能收到？这里我就长话短说了，虽然现在把录像机接到 POE 交换机上，它也是收不到的。而且我也尝试过手动添加，也用过奥勒夫和 TPS 协议添加，但均没有出现画面。我在录像机里面也找到了这牌子的线索，它是某视通的。当时我用该设备软件也扫了一遍，愣是扫不出一个摄像头来。当时我就想到，他们之间摄像头还是通过2种协议添加的，这样摄像头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信息，这说明摄像头还不一定是某视通的。所以到了这里，基本就可以全部翻车了。但是我后面回去的时候，没想到反转就出现了。客户发了消息告诉我，他重新接回去的时候，设备就都正常了，